瞧得见女儿。女儿现在的心思好乱啊，难道永巷之中的日子就是这样吗？女儿现在才晓得什么是熬，熬得自己都要哭死了。母亲，究竟是不是在天上才能避开尔争我夺，避开飞短流长？究竟是不是在天上才能有一同相守终老的幸运？八荒的鬼，天上的神，日月星辰，山川百岳，你们都看着我。我的心只可为一人而跳动，我的血只可为一人而流，我的身体只为孕育一人的神圣血脉而存在。他就是我的丈夫，高祖皇帝的圣意，当今皇上的太子，将来的君王。郑君的身、心和血都乱了，这就是郑君的罪。郑君明白，这身、心和血只能为一个人而准备着。你倒是越来越得意了。如今太子身边的正宫，居然在你这个小小的乐师面前潸然落泪。我看你离领赏的日子可是越来越近了。抬举了。这太子妃的眼泪哪能让在下看见？在下是偷偷将这丝帕揣在怀中带出来的。哟，你倒是越来越谦虚了。这么推脱功劳，可不像我当时认识你时候的做法。这才去太子妃那儿几天呀，说话的语气都变了，能让萧乐师动了真感情，这太子妃可真是了得呀！哈，在下对太子妃尽之随之，不都是为了胜这场赌约，好领夫人您的赏赐吗？是吗？我还以为是大人一路迷恋风景，贪了玩耍，已经忘了自己去的地方是哪里了。乐师还有作画的绝技呢。在下不才，夫人见笑。萧大人，除了这个丝帕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跟我炫耀的吗？夫人不妨到兽院走走，看看院中的鸟兽，就知道这画中的鸾凤该如何下笔了。在下告退。就跟夫人一样，在下为太子妃披上披风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拒绝。萧乐师闲情逸致啊，可能全然忘了夫人我今天要来学习琴瑟这件事儿了吧？夫人来了，在下失礼了。备好了，夫人请入座。这画的是谁呀？
我看萧乐师的画工可真不怎么样。哼，太子妃的嘴唇哪有这般丰满呀？夫人错了，画像是在下的母亲。哦，原来你画的是自己母亲啊！我说嘛，太子妃若有这般姿色的话，太子也不至于频频来我的寝宫不肯走了。对了，过几天就是大挪的日子了，萧乐师，你可不要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啊！相守终老的幸运。阿瑶，为什么闷闷不乐的？我怎么看见好像太子妃和萧乐师在一起啊？别让太子妃逮到了，快！苍苍白露为霜。寂寥通尾，为什么不做真正的王政君？为什么要承受这个冰冷的永巷一辈子的桎梏？如果要跑，那就同我一起，好吗？政君，跟我一起走！哎，政君，政君，政君！殿下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好像就是他们两个。 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快走！快！
输了，就这么简单2个字吗？是的，输了。哼，你是这么容易输的人吗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原本以为你应该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浪子，应该是一个不拘一格的真男人。夫人错爱了。那个王政君，他到底有什么厉害，可以让你眼中写出温柔来？他到底有什么能耐，让猎人收起了叉子，让你为了他，你的脊背都弯了？夫人，闹够了。怎么？现在你倒成了一个真男人了？如果真是一个男人，你就去找王政君呢，去把当朝的太子妃你压在身下呀你！在下是男人，可不是夫人想要在下成为的那种男人。那你到底是哪一种男人呢？怎么连我都读不懂你了呢？夫人请自重。你，在下告退了。你输了，就这么容易想走吗？你不该接受惩罚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让你拿起这把匕首，去给我取了王政君的命！在下的眼睛模糊了那么久，现在终于看清楚了。夫人的心果然是黑的，蛇蝎般黑。你输了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惩罚。你不愿意接受吗？郑君，你听说了吗？萧玉请辞了乐师一职，到西域去了。啊，我知道。阿元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哦。你们2个也都下去吧。
太子殿下，大胆的奴才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请太子恕罪，实在是有10万火急的事。什么事？讲。太子妃殿下有身孕了。爱妃，母后。妻子怀孕，丈夫不在身边，你有没有考虑过郑君的心情啊？一大早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郑君怀的是你的第1个孩子，你看看你，就快要做父亲了，也应该学会承担为人父、为人夫的责任。母后教训的极是，孩儿以后不会再冷落郑君了。你哪不舒服啊？是头疼还是肚子疼？是冷还是热啊？对，叫太医去煮一副安胎药来，本王要亲自喂爱妃喝。是。哎呀，没想到我有了自己的子嗣了，我要做父亲了。爱妃，母后，我现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。哈哈哈哈。在动啊！胎儿真的会动啊！殿下，你说笑了。太医说现在胎儿尚且就有花生米大小，怎么会动呢？他刚才分明是在动啊！不信你摸，就是这。好，殿下说动，那便是动了。爱妃小心，来。不碍事的，太医说现在胎儿尚小呢。爱妃此言差矣。虽说胎儿尚小，可以大意不得呀。来，吃颗葡萄。是酸还是甜？甜的。爱妃所怀定是男孩。为什么呢？葡萄本是酸的，可是吃到你口中却是甜的。民间的人说酸儿辣女嘛。所以，爱妃所怀定是男孩。殿下，这只是民间的传言，怎么会那么当真呢？爱妃有所不知啊，民间的传言乃是百姓历经几代甚至几十代口口相传下来的。他们的传言比那书中圣贤的文章可要来得真实啊。那万一要生下一个女孩怎么办？哎，不会错，不会错的，一定是男孩。父皇说，他也希望你为他诞下皇孙。爱妃，你一定不能辜负父皇对我们的期望啊！这小家伙他是怎么钻进去的？将来怎么生出来呀？阿瑶来了。等你以后自己做了母亲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好想做母亲啊！你害不害臊啊？这话是姑娘家说的吗？这有什么害臊的呀？做母亲不是女人的天性吗？难道你不喜欢孩子啊？只有自己经历了以后，才知道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。郑君啊，你自从怀了宝宝以后，变得越来越美了，2只眼睛闪闪发光，像天上的星星。真的吗？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母亲。生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是女人不都会生孩子吗？切，你肯定是嫉妒郑君才这么说的。郑君啊，他肯定是特别嫉妒你，我一看就知道。我打死你啊！叫你胡说八道！干嘛呀？你就是嫉妒！哎呀，好了，打你！嫉妒！你们2个人一定是前世的冤家，一见面就吵个不停。郑君，送给你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我跟阿瑶去东石帮你求的。
这个呢，在民间特别灵验，只要你把它放在床头，每天供奉着、祈祷着，就一定能生个皇子。真的吗？嗯，是啊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对，郑君啊，这个像一定要坐北朝南，就是这样才会灵验的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师傅说一定要摆好位置才管用的。谢谢两位妹妹。傅良娣，既然已经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，为什么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？很久没见了，夫人，现在可好？我自从搬入太子宫，便俗务缠身，一直未能去拜见你，心里面正过意不去呢。这半年以来，你一天都没有踏进过玉兰殿，只是因为忙吗？别以为背靠着太后这棵大树就万无一失了。对于那些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的小人，本夫人有本事把他捧上天，自然也能将他打入地狱。我能有今日的荣华风光，全都有赖夫人的扶持。只可惜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如今王政君已怀有身孕，不仅有皇后这个有力的靠山，居然太子的魂儿也被他肚中的孩儿勾走了。我现在不仅无法为夫人出力，恐怕连自己的地位都不保了。妾身一直为这件事情寝食难安，心力交瘁，因此冷落了夫人，请夫人见谅。平身。谢夫人。那你觉得怎样才能扭转乾坤？请夫人指点迷津。过些日子，皇上就要在冷泉院举办祝贺太子妃怀孕的宴会，所有人都会出席。您的意思是，要是有人在大伙儿面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就只能怪他自个儿的命不好。平身，快过来坐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是。免礼。永善吧。谢陛下。谢父皇。朕一直觉得这偌大的皇宫，总是有几分冷清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到底缺少什么。自从郑君怀孕的消息传来，朕才想明白，原来缺少的是孩子呀。是啊，无论是孩子的哭声还是笑脸，都能让人心底感到明快愉悦，再沉闷的生活也有了充实的活力。如果能顺利诞下皇子，那么朕的设计就后继有人了。对于太子妃有孕在身这件喜事，臣妾是打心里头高兴。更何况这又是陛下的长孙，这万一要是生下一个继承人，那岂不是再好不过了？可惜呀，这生孩子的事儿啊，就像抓阄，运气好不好的
就得由天来注定。这事前的希望越大，这事后的失望也就越发难过。难道你不希望郑君生的是一个男孩吗？说这种扫兴的话。臣妾失言，望陛下恕罪。就算生下的是女孩，都是儿臣的骨肉，我会一样的疼爱她。你又说的是什么糊涂话？难道朕花费了这么多的时日和精力去期盼的，是一个对江山社稷毫无用处的女孩吗？殿下，宴会还没有结束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想出去走走，我一个人去就好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郑君，下来吧，我们一起说说话。皇后、太子和傅良娣都来过了，原本想等你醒过来，是我让他们回去的。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还好吗？太医诊断过，孩子平安无事，你也只是受了点惊吓和皮外伤。都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殿下，你有所觉悟了吧？那如果你换作是我，你会怎样做？我不想输。如果连输都不要紧的话，最终会被敌人夺去性命的。而你现在的性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，还有你的孩子。大胆！全都退下！殿下，夜深了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太过劳累，腹中的胎儿也会觉得吃力。今天工人进来打扫，不慎把你床头的玉像摔碎了，我已惩罚他们了。哦，请问那尊玉像是谁送来的？是阿元送来的。你还记得在选妃子的时候，他还到你那里上门向你求情的事吗？是啊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那么大胆的丫头，做什么事都凭一股冲动。可她看起来虽然鲁莽，心地应该不坏呀。她是个心地很好的人，只是有些直爽，什么事都挂在脸上。但是她是个很真的人，不像宫里其他人，都好像戴着面具一样。那是不是还有人和她一起送这个玉像啊？有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谁和她一起送的？请你告诉我。是阿瑶啊。公孙夫人，玉像出了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好奇，
既然玉像已经毁了，你就不必放在心上了。你只要全心修养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夫人，夫人请上座。坐下说话吧。是，谢夫人。夫人是从皇宫而来？正是。请问你们是？哦，我是傅瑶的长兄子孟。我是二兄钟书。你们还有一个三弟呢。子元今天出去了。哦。夫人纡尊降贵到毕府有何要事啊？难道是阿瑶在宫中闯了什么祸？不是，傅良娣深受太子的喜爱，一切都很美满。啊，那您是？你们可以用这些再换一所新房子。您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说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是。凡是受到册封的女子，必须详细汇报自己的出身。我调查过傅良娣的户籍，她原来是你们家的养女。请问你们知不知道她原来的身世？知道。不要杀我娘！孩子，醒，做噩梦了吧？我娘被人杀头了，好可怕！那她为什么被砍头啊？我娘是皇后的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跟人讲起你的身世，你不叫淳于瑶，而叫傅瑶，记住了吗？听说他母亲以前就是因为皇太后被毒杀的事情而受株连的，后来到了我们家改姓傅，叫傅瑶。太子殿下今夜不会来了，你还是早点睡吧。夫人，我听说今天您去了傅良娣的府上，您是在查什么事吗？或是您有什么事在瞒着我？在我告诉你实情之前，能否让我为你说一段往事？夫人，请讲。16年前，有一对好朋友，带着梦想来到皇宫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其中一个受了权力和金钱的诱惑，卷入了一场当时的谋杀案，亲手毒害了当时的皇后许平君，并且嫁祸给自己的朋友，把她也一同送上了断头台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还记得小时候把你带进皇宫看你母亲的人吗？郑君，凤儿，孩子，还有，在刑场上，原来是你，怪不得我一进宫就觉得你特别的面熟。公孙夫人，那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呢？如果能够隐瞒下去，我情愿一辈子都不跟你讲述这件事，就这样默默地守在你的身边，照顾你。我对不起你的母亲，
即使当时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也无能为力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那不是你的错。只要世间还有人知道我母亲是无辜的，她在天的亡灵就不会觉得孤单的。还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傅良娣是淳于衍的女儿，也就是嫁祸你母亲的淳于衍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傅家人已经坦白了他的身世，还有，我在他送给你的玉像里发现了这个小铜人，这分明就是用来诅咒你腹中的孩子的。就连上次在冷泉院遇险，也一定不是个意外，而是已经设计好的陷阱。殿下，傅瑶恐怕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，并把你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。殿下，现在你知道了这一切，准备怎么做？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向良娣夫人您禀报。讲。昨天，公孙夫人到傅家打探你的身世，知道你从前姓淳于。什么？从前是我鲁莽地冒犯了夫人，希望今后还能与你摒弃前嫌，相互照应。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。如果从今以后，你愿一心一意地为我效力，我保证，你会得到比公孙夫人更显赫的荣誉和地位。多谢夫人慷慨大度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支持你。好。小心。想不到吧？16年前那个皮包骨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经变成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，堂堂地站在你面前。是你母亲害了我一家，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带着禁卫出现的那天。就在那天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我的童年、母亲的爱、姐姐的笑脸。全部都被你们夺走了。那天的事情是一个陷阱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毒害皇后，陷害我的母亲，都是你母亲一手造成的。住口吧你！我最讨厌你这种假模假式的嘴脸了。住口吧你！我最讨厌你这副假模假式的嘴脸了。哼，你以为你很正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这个世上最虚伪的女人。聊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，还你们都没听见啊？哟，这么漂亮的扇子怎么掉地上了呀？没人要啊？没人要送我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俩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啊，拉拉手啊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以后还是好姐妹啊啊！好姐妹，
最讨厌你这副假模假式的嘴脸了。哼，你以为你很正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这个世上最虚伪的女人。公孙夫人，你说阿瑶她怎么就那么恨我呢？我做了让她那么痛恨我的事情吗？自私的人不会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只会认为全是别人对不起自己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是去告诉皇后殿下，还是太子？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去揭穿他，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别人误解的危险。难道我就看着他这么步步紧逼吗？事已至此，殿下当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保住腹中的胎儿。王政君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彻底把你踩在脚下，等着瞧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传太医！夫人。恭喜夫人，您有身孕了。不过，请您以后不要再饮酒了，会伤及腹中的胎儿。你说什么？殿下怀孕了，您马上要做母亲了。想不到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哎，把这些娇花给太子妃送去。娇花象征多子多福，希望能给她带来好运气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傅良娣有身孕了，请您快去看看她吧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昨天晚上才刚刚发现的。良娣说了，要第一个让太子殿下知道。哎啊，快，把这些花给傅良娣送过去啊！好。殿下，那花不是送给太子妃的？太子妃以后再说，当然是先去看望傅良娣了。走。阿瑶。殿下。呸！你终于有了本王的骨血了。殿下，不要再转了，再转下去的话，我们的骨肉会被你转晕的。哦，你看我，一高兴什么都给忘了。来，快坐。没有不舒服吧？哪有那么娇气啊！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日日夜夜都陪伴在我们母子身边。哎，前阵子本王白日是冷落了你，因为要照顾政君嘛。可是晚上也都来陪你了，你要知足才能常乐。我不管嘛，我就是让你日日夜夜都不离开我，一直陪着我。好。恭喜太子妃，听说你产期将至，我祈祷你生的是一位公主，因为这样对你和你的孩子都有好处。我也会和你一起祈祷的。我希望我腹中的胎儿会有一位好妹。要是太子见到的话，没准也会喜欢。
要是太子殿下见到我的脚，就喜欢我了，那该多好啊！叩见太子殿下。你的脚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多可惜啊！太子殿下真的觉得我的脚好看啊？是啊，你的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真是可爱极了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啊！郑君啊，我自己做的木屐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这双木屐啊，会让你的脚显得更秀气。你的手可真巧啊，怎么会想到做这个呢？因为有人曾夸我的脚好看啊，所以我就想给他配一双更好看的木屐。谁夸你的脚好看？哎，今天是七夕节，太子怎么没过来陪你啊？自从阿瑶怀孕以后，她就很少来我这里了。可你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呀！再说，又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怎么说也比阿瑶重要啊！今天是七夕节，她怎么能一个人霸占太子呢？没什么，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的出世就好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就是在七夕节，我和元儿私放河灯，被问了罪。怎么会忘呢？那一次，我还冤枉了你。阿元，我想今天你陪我去明渠边放河灯好吗？我突然很想念元儿。好。郑君，郑君，怎么回事啊？约好了在这儿，到哪儿去了？凤月来看你了。见到太子殿下还不赶快行礼？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明渠干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没事的。刚才你好像在这哭泣，为什么？还不赶紧回话！算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。走吧。是。
渊儿，对不起，你安息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心里有愧，来这里祭拜元儿？这不关你的事。陷害朋友，把信任你的人置于死地，你的良心好受吗？逼死他的是心狠手辣的张婕妤，是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，与我无关。哼，他如果不进宫，他就不会死。归根结底，是他的贪心把自己给害了。难道到现在还不忏悔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皇上、皇后还有太子，哪一个不是被你哄得团团转？可是你记住了，今天由于我的存在，你别想再嚣张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把你拥有的一切一个一个全都夺回来。你把太子从我身边夺走还不够，为什么你还要夺走我的孩子？哼，上次在台阶上没有把你的孩子摔掉，说明他命大。可是我相信他不会永远这么走运的，你也一样。我绝不允许孩子成为我的绊脚石。只有我的儿子才配成为继承天下的君主。休想跟我争！休想！不是你逼我的！抓住我！我水了！别让他死！我不许他死！殿下，殿下，再忍耐一下就好了。再忍耐一下，殿下。公孙夫人，快救救我！郑君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生的是一位皇子，父皇龙颜大悦，给他起名为傲，希望他将来能像千里马一样驰骋天下。咱们的孩子差点就没能来到人世，你好端端的怎么会掉到冥渠里呢？幸亏有阿瑶在啊，她不顾自己有身孕，她救了你。你有这样的好姐妹，真是万幸啊！不，殿下，这不是真的，是阿瑶把我推进冥渠里去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没有，殿下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一次是阿瑶在玉像里放了巫蛊的铜人，诅咒我；第二次是她在我穿的木屐里做了手脚，我才会摔下台阶。自从我有了身孕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成了阿瑶的眼中钉了。这些事，你为何到今日才告诉我？因为这一次，我差一点连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掉。郑君说，是你把他推下了冥渠。当然，本王不会听信他一面之词。可是他说，他落水的时候只有你在他身边。他还说，
你之前曾有2次想要加害于他，事情究竟是怎样的？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明白。臣妾不明白太子妃为何跟您这样说，但是当我走到明渠边的时候，他已经落入水中，我尽全力去拉住他，可却没有力气把他救上来。殿下要是不相信臣妾的话，那就下旨把我杀了吧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可王政君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不是一向情同姐妹的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臣妾知道，政君不是一个善妒的女人，可如今臣妾也怀了自己的骨肉，所以我深知作为母亲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想豁出去一切的心情。如果我怀的是皇子，对他的儿子就造成威胁了。昔日那么好的姐妹，如今却成了这样决裂的关系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吗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要这孩子了。阿瑶，阿瑶，哎呀，不要这样，阿瑶，不要打本王的孩子。殿下，殿下。好了，好了。殿下，你问过阿瑶了吗？忘记此事吧。我们的儿子已经平安出世了，父皇又格外的宠爱他。从今往后，让一切的风波都平息吧。殿下，臣妾想让殿下知道真正的善恶。阿瑶不是你说的那种女人，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出现那种嫉妒和怨恨了。大胆奴才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恕罪，太子殿下，我这就给你弄。好了好了，要不你脱了，我去帮你洗。哼，是你呀！你想让本王在这里脱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。下去吧。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哭？上次我……说吧，没关系。上次我想起了一个好朋友，他2年前不幸去世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好朋友不在身边，感到寂寞了吧？嗯。本王也有寂寞的时候。又何况是你呀？殿下也会寂寞啊？殿下身边可是有好多人陪伴着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也许身边的人太多了，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人。哦。比起你哭的样子，本王更喜欢看你笑的时候。看到你的笑容，好像我的烦恼也少了许多。你能不能笑一笑？
郑君，恭喜你生了皇子，可爱吗？能够一举生下皇子，果然是很有运气。我还要向你借借运气呢。哎，阿元，你怎么会这副装扮？哦，莫非……昨夜太子他突然……反正今天早上他就封我为孺子了。恭喜你，阿元，以后我们姐妹呀就更加方便互相照顾了。真是该恭喜你啊！几天不见，你就能和我们平起平坐了。真是平时越傻的人吧，就越让人刮目相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真是傻人有傻福。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被老天爷给遗忘了，他不管我了呢。没想到，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好姐妹了，哈。你看他，饱满的额头，有神的眼睛，多像郑君啊！哦，俊秀的鼻子，丰厚的嘴唇，多像太子啊！我也好想有一个这样的孩子。如果不是觉得今后还有点用，真想立刻把这个不顺眼的家伙给撵出去。能够一举生下皇子啊，果然很了不起。但是生儿子容易养儿子难，养大可不容易啊！啊，是不是啊？还记得吗？这些布药都是你送给我的，这里的每一只都是我荣耀的标志。可是如今，我留着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还有什么用啊？奴才参见夫人。黄龙元年，我的丈夫继承皇位，可他仅仅封我为婕妤，3天之后才下诏立我为皇后。就在这一天，傅瑶诞下皇子刘康，而冯源也怀了身孕。
从此，我和傅瑶之间的争斗，也从后宫争宠，转向更加残酷、更加血腥的皇位之争。皇后起驾！爱妃啊，这后宫有佳丽3000，可朕每每唯独在爱妃寝室流连，你可知这是为什么？臣妾不敢妄自揣测圣意。一来呢，是因为爱妃侍寝承欢；二来也是因为咱们的康儿聪明乖巧。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，朕这个为人父的，心里也是无限欢心啊。陛下可以如此眷顾和臣妾的夫妻之情，这是臣妾和康儿的福分。臣妾听到一些传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？讲吧。臣妾听说，冯源若能诞下庶君，陛下便为赐他婕妤。陛下有无此意啊？陛下，你笑什么？你都答应了臣妾的，君无戏言，你好好说嘛你。好好说。朕起先并无此意。不过，经你这么一提，倒也未尝不可呀。爱妃，爱妃生气了。哎，陛下还说心疼臣妾，陛下都是骗人的。陛下根本就不理解臣妾的心意。哦，今日是冯源诞下庶君，可以封为婕妤；明日周良人也可以，后日王良人也可以。几年之后，整个永巷全是婕妤，那陛下还要臣妾这个婕妤干什么？还有康儿，他自小就知道他娘是个婕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等康儿长大以后，他娘还是个婕妤。康儿会看不起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娘的，是不是啊，陛下？爱妃，不必有此顾虑。康儿这么孝顺，你不用这么想，啊，放心吧。不过，你如此体贴贤惠，这何尝不想有2个皇后啊？陛下所言，臣妾哪敢妄想啊！臣妾只想陛下可以理解臣妾的心意，可是臣妾的顾虑怎么办呢？爱妃的心意，朕怎么会不懂啊？可是，这永巷的后妃等级啊，源于先秦。以皇后为尊，次之就是婕妤了。朕就算要擢升爱妃，也总得找个名目不是？总不能1君2后吧？臣妾明白，陛下是最心疼瑶儿的了。其实，陛下要想找个名目，又有何难呢？爱妃啊，朕不能逆先帝之意啊。当初立奥尔为太子，朕也知道，委屈了你们母子2人。既然时至今日你仍然觉得委屈，那好，朕答应你，给朕一些时日，让朕想一个2全其美的法子。
秉性贤淑，柔顺恭谨，恪守妇道，礼范后宫。现更号为昭仪，赐以印绶，在婕妤之上，皇后之下，位同丞相，爵同诸侯王，俸禄万担，迁居依兰殿。与皇后行欠身礼，昭其仪，尊之也。冯夫人秉性敦厚，为人婉顺，敬宗礼典。现更号为婕妤，赐以印绶，位同上卿，爵同列侯，俸禄8000担，迁居合欢殿。钦此。谢主隆恩，愿皇帝陛下福寿安康，长命无疾。奴婢拜见夫人。哼，这不是吴宫人吗？啊，我都忘了，原来吴宫人一直在依兰殿打理呢。奴婢有一事相求，请夫人成全。有事尽管直说吧。奴婢在宫里时日已长，如今只想早日回乡，与爹娘团聚，请夫人成全。想要回家？为什么？难道你是怕我这个依兰殿的新主子不会善待于你吗？啊，不敢，奴婢实在是太想念爹娘。没有吴宫人，哪有今天的傅瑶啊？这一点，本夫人会铭记于心的。奴婢愿为夫人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这些都是姐姐专门为元宵佳节准备的膳食吗？正是，两位妹妹精心准备的菜肴，姑想等到陛下来了再一一奉上。姐姐，听说陛下是昨日黄昏传话过来的，所以姑把两位妹妹请到冷泉院来，与陛下一起喝酒赏月，共度佳节。真是托姐姐的福。陛下已经好些日子都没有去过合欢殿了。要是再过些时日啊，没准连星儿都该忘了他爹长什么模样了。皇后殿下，金马殿那边来人，说皇上去了董美人寝宫，请皇后殿下与诸位夫人不必等候。这些是陛下送来过节用的一应物品。太子殿下请用。这些本王早已尝过，就赐予两位皇帝，尽管用。谢太子殿下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位宫中至尊的皇后，一位龙宠一时的昭仪，还有我，一个婕妤。我们三个姐妹加起来，和殿下的夫妻情分，也不及一个区区的刚进宫的董美人。难得皇帝夜夜新欢，却还忘不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情念。派人送来这些，我们可不能辜负了。自从我们进了宫，做了天子的女人，夫妻厮守的日子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干系了。从宽处想吧，我们不是还有儿子吗？星儿，相比他们两位皇兄年纪尚幼，可是我们星儿啊，却能背得下两位皇兄在承明殿太傅所受的礼记呢。长幼有序，太子殿下和康儿同在承明殿进学，我看不如先让太子殿下背诵。傲儿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
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物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今日背书之时，你为何要帮太子啊？太子乃康儿的皇兄，儿以为兄有弟恭，长幼有序，所以儿才帮太子。康儿此话重情重义，但儿难道不明白为娘的一片苦心吗？康儿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单凭为娘一个人，已经不足以垄断你父皇的心了。你是娘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娘唯一的指望。你要知道，娘时时刻刻都为你筹谋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够当上太子吗？儿生下来就不是太子，康儿。生下来不是太子，不代表永远做不了太子啊！你一日为太子，但并非日日为太子。若你继续放任自流下去，给你父皇留下荒疏不学的成见，到时候已是传到江心，悔之晚矣。你知道吗？本朝孝武皇帝年轻时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胶东王，最后还不是继承大统，成为盖世英主。儿生下来也不是胶东王，你怎么成了？儿子谨遵娘的教诲。你休要怪娘对你苛责约束，娘希望你明白，若非生在皇室，娘也不至于这般逼你。但事到如今，你我都不能轻言放弃。你还小，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。你今天下去，把孟子告子下之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抄写20遍，明日娘亲临检查。若你未能熟读背诵，定当责罚不贷。你说这一根藤上结的瓜，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太子虽然进学不如你康皇兄吧，却也秉承了天子霸气，行事大度。依兰殿的那位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好命。康儿自幼好学，才思敏捷，深得你父皇的喜爱。唯独我的星儿你哟，就知道吃，贪图享乐。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娘的苦心呢？娘还指望着你有一天能够当了太子，给娘争争光什么的呢。娘，哎呦，这陛下赐的饼饵啊，味道还真是不错。哎呦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的星儿好吃，也是随了娘了。想当初娘啊，你有心想当皇后，可到现在，不还是个婕妤吗？是不该指望我的星儿当什么太子。康皇帝，皇兄，哦，给。皇后没有为难你吗？哎，别提了。母后还责罚我抄孟子的告子下20遍。20遍？那你还不加紧抄？到时皇后查看的时候，你交不上怎么办？交不上就交不上，大不了再被我娘责骂一回。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不妥吧？依我看，你还是加紧抄，方为上策。我看不如康皇帝替我抄吧。哎，快收起来！
庶母，太子来啦！快，尝尝刚做出来的饼饵。退下。好不好吃啊？依兰店的饼饵就是比椒房店的好吃。自打康儿出生，吃的第一块饼饵开始，都是由我亲自做的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椒房店的饼饵没有依兰店的好吃呢。你娘贵为皇后，你又身为太子，你们自然有汤官和太官们做给你们吃，不需要你娘亲自动手啊。康皇帝说你不让他帮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庶母也是为你好。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，要是被你娘知道了，太子恐怕又免不了一顿责罚了。原来连庶母都知道我娘对我管束苛刻呀。你呀，既是太子，又是兄长，你娘望子成龙心切，希望你可以在皇子们面前是个表率，也是理所应当的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只是读书进学，一定要保持心胸愉悦，假以时日，循序渐进，融会贯通，自然会有所长进了。依我看啊，你娘啊是多虑了。以太子的聪明才智，未来又要继承大统，是何等尊贵之人呢？读书进学自是难不倒你的，是不是？庶母要是能当我娘就好了。这种话可千万不要当着外人的面说啊！你若是喜欢我们依兰殿，就逢课余或者休沐之时，常过来走动走动，庶母给你做好吃的饼饵，好不好？傲儿，这确实是你抄写的吗？都是孩儿抄写的。那好，娘问你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孩儿不识。你既然已经抄写了20遍，还不认识这个字，作何解释？娘知道你性情浮躁，故让你抄写20遍，是让你边抄写边体会。你非但不了解为娘的一番心意，还在这信口狡辩，你要我怎么惩戒你？孩儿没有撒谎。你还敢狡辩？母后不必恼怒，儿臣说实话便是。这是康皇帝帮我抄写的。母后不必打儿，儿臣将来要当皇帝，谁也不能打皇帝。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心愿，可是这种强烈的期盼，却促成了儿子强烈的叛逆。在我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如今傲儿真是越大越无法约束了。虽说大汉祖制，立子以长，可是立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时至今日，孤徒有中宫之尊的虚名，已失宠于陛下多年，加上傲儿顽名不化，太子地位之脆弱，叫孤如何不忧心呢？皇后，太子年幼，心气浮躁，宫中生活本来就拘谨，再加上殿下约束甚严，太子难免反叛。殿下不必为此忧心。孤承太后抬爱，入宫多年，安分知足，谦恭退让，为的就是傲儿。孤只有傲儿一个呀。这些年来，孤唯恐疏忽对他行教养之责，也是怕他好高骛远。可是这孩子，太子尚年幼，殿下的苦心未必明了。恕奴婢斗胆，皇后对太子期望殷切，但切不可拔苗助长。一旦发自肺腑厌学，才让人堪忧呢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太子不见了。殿下，有患者见到太子去往依兰殿了，请殿下放心，奴婢一定会将太子从依兰殿接回来。不必了，孤自己去。
郑君，依兰殿那个地方，还是公孙夫人去比较妥当。姑是太子的母亲，理应由姑把太子接回来才是。不知皇后殿下要来，有失远迎啊。妹妹不必多礼，冒昧打扰是因为傲儿顽劣，给妹妹添麻烦了。妹妹愚昧，姐姐的意思是，太子在你这儿吧？太子不是应该在太子宫吗？怎么会在我依兰殿呢？姐姐在和我说笑呢吧？这是太子丝履，姑刚才在你的前殿找到的。姐姐既能找到太子的丝履，那么也必然能找到太子了。只是妹妹，我实在帮不上姐姐的忙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啊。看来妹妹不肯帮姑这个忙了。姐姐，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大可在我依兰殿里面搜一搜。要是您找到太子的话，带回宫就是了。公孙夫人，在，一定要把太子给姑找出来。是。傲儿，跟娘回去。傲儿，儿偏不回去。傲儿，你好大胆！太子殿下，快跟你母后回去，听话。儿就是不回去。都给姑退下！你也退下。皇后，这里是依兰殿。放肆！依兰殿乃永相内廷，姑乃永相之主，退下！傲儿，傲儿，你非得这么做吗？啊！当今太子有家不回。明早你父皇就会知道娘教子无方，娘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你非得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吗？儿偏不回去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是当今的太子，日后的皇上。你要是硬不回去，娘能奈你何呢？儿是怕回去以后母后再狠狠的打。你要记住了，不管对错，娘打你，始终是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，你知道吗？玉不琢不成器，太傅没教过你吗？儿就不回去。好，你要是硬不回去，娘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就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吧。跟你回去。来人，还不快给太子备撵？不用，姑和太子徒步回宫。
傲儿，娘何尝不想让你每日开开心心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？可是你身在帝王家，娘今日不对你严加管教，明日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，知道吗？娘，孩儿知道了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母后看看，儿臣画的可好？哦，傲儿为何画2条鱼呢？大鱼乃母后，小鱼乃儿臣，水乃皇宫。2条一大一小的鱼在水里来去自如，意思就是母后和儿臣在皇宫里怡然自得，欢喜有余。儿说的真好。承明殿太傅求见。母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必是太傅来向殿下禀报太子进学之事。参见皇后。太傅不必多礼。老臣年老体衰，特来请皇后开恩，允许老臣致仕还乡。太傅品德厚重，睿智饱学，此番为何请辞啊？太子趁老臣不备，有失斯文，这让老臣的破脸往哪儿放啊？傲儿自从到承明殿进学以来，已经连连让3位太傅请辞。稚子顽劣原是天性，可是作为太子，他并无选择，必须迅速成长，就像拔高的新苗，一刻也由不得自己。箭在地心，你永远不知道那一天，陛下会赐你一个罪名，把你罢免。皇后殿下，陛下已帮太子选定新的太傅，请殿下带领太子前往承明殿向太傅施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傲儿，你从今往后要跟着太傅好好的学习，不许再淘气了，知道吗？是，母后。皇后殿下长乐无极。傲儿，快向太傅行礼。是。傲儿，以后一定要跟这位太傅好好的学习才是。是，母后。皇后殿下，请留步。大人免礼。大人去西域的时候，姑还是太子妃，没想到多年过去了，傲儿已经长大了，大人也沉稳了不少。谢皇后殿下。傲儿生性不羁，以后就有劳大人了。请殿下放心，萧玉一定恪尽其责。
好，那姑替太子和皇上谢过你了。本王问你，何为太傅？太傅乃太子师傅，太傅之责在教育辅导太子，使之掌握儒学经义、治国方略，成为继承大业之人。现在我来问你，何为太子呢？太子就是我。康王殿下以为如何？立嫡遗长，是为太子。答得很对，可为何如此呢？立嫡遗长，世事不绝，天下之大义也。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父子相传，汉之约也。康王殿下明学强辩，又知长幼有序，来日定可成为太子左右。太子天下本，本摇天下动。不知道诸位可感觉到震动了吗？大胆，竟敢羞辱本王！嗨！太子虽然高贵，太傅却可以教训。学乖了没有啊？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，孺子可教也。你刚才那步伐是什么名堂？能不能教我？今日就此下课，回去好好温故。明日咱们学黄老与儒学有何不同。老师教我习武。老师教我习武。先学文，后学武。不知殿下意下如何？星儿，哎呦，慢点儿，星儿。星儿，今日进学，新太傅都教了些什么呀？跟娘说说。皇兄跟新来的太傅打起来了。这新太傅是何等人，居然这么大胆，连太子都敢打啊！说是萧玉萧大人。萧玉。阿瑶，真是有兴致在这赏花啊，让我好找。什么兴致不兴致啊？不过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。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康儿下学以后有没有见过你啊？见过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今天成明殿的事？不就是换个太傅吗？有什么新鲜的呀？姐姐可知道新来的太傅是何人？那你认为应该选谁做太傅呢？哎呦，看样子你是知道了，你不觉得很巧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哎，郑君，两位妹妹都在此。皇后殿下长乐无极。郑君啊，我们正说呢，听说陛下给太子换了新的太傅，今天在成明殿，太傅居然出手打了太子。是在傲儿下学，姑已经询问过了，确有此事。这都已经是第几回了？太子和太傅打斗，这成明殿啊，以后可是热闹了。今日啊，在成明殿，太子以及几位皇子与太傅发生打闹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还望两位妹妹尽心督责皇子们勤勉进学，不负圣恩。姐姐所言极是啊，多谢姐姐提点，也请姐姐可以查明今日之事缘何而起，责任在谁啊？那以妹妹之见，今日之事非要闹到陛下那里去，辨出一个孰是孰非来吗？郑君，你要是觉得你不好开口的话，可以由我带你去说，也未尝不可呀。嗨，都是小孩子，何必为此伤了和气呢？萧玉为人足智多谋，由他做太傅，说不定就可以管束住太子呢，又可以了却姐姐的心病，又可以和萧大人频频相见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阿阳，
你此话何意？早在姐姐当太子妃之前，不是就跟萧大人的私交很好了吗？我想，恐怕就是你亲自保举的萧大人做太子的太傅吧。这亭子里面又没有外人，就我们3个人，你又何必隐瞒呢？萧玉做太傅，完全是皇上的旨意。一别多年，难道萧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吗？萧玉拜见傅昭仪。本宫嫌永巷太乱，有心出来走走，不想在此遇到了萧大人。萧大人西域之行，此次回来更是气度非凡了。夫人也是风韵犹存啊。这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萧玉吗？听说永巷风华正茂，深受金上宠幸的是董美人。怎么，萧大人也对董美人有意？哈，萧玉还是萧玉，哪有不爱美人的道理？听说这董美人28芳龄，娇艳欲滴，怎比盛夏的牡丹？萧大人认为，牡丹开到盛夏就该败了吗？明渠的风光还是很好，下官就不打扰夫人了，先行告辞。哎，太子还在温书吗？太子自进学以来，还从未如此勤勉。看来萧太傅还真是有些本事。傲儿要真能进步，那倒也罢了，只怕今日在承明殿闯了祸，才做做样子而已的。太子今日表现，在奴婢看来，倒决然不是在做样子。是吗？太子既坐内侍案前，案上摆的全是《论语》和《老子》，看来学习的颇为用心呢。好，公孙夫人，把太子的这些食物拿到内室去吧。昨日的课业，想必诸位皇子都准备好了吧？黄老之学与儒学的渊源，可有人知晓啊？不知道。黄老，老子之学又称道学，儒学首推孔子，孔子曾师从老聃。康王殿下所言不错，还有哪位殿下有所领悟啊？学生略知一二。哦，想不到太子殿下昨日也有用功。老子云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黄老乃无为之术，是为无为而无不为。高祖以之清净无为，休养生息。到我孝武大帝，以儒学治国，天下富足。道学与儒学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各有其用。免礼。太傅所谓何来？下官此番前来，特向殿下道贺。哦，喜从何来？以下官多日来的观察，太子颖悟惊人，不仅抢记明辨，还能融会贯通，来日必成大器。太傅在承明殿授业不过数日，怎知太子将来必成大器呢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太子少年气盛，胸怀大志。之前荒书不学，实乃管教过严，激起太子的逆反之心。如今下官恩威并施，抑扬有道，太子对学习又恢复了兴趣。太傅所言不无道理，孤想请教一下，如何抑扬有道呢？
一味苛责并非良策，唯有对症下药，一师一敌一友，刚柔并举，宽严相济，导之疏之，行之有效。太傅深谙因材施教之道，他日太子若学业有成，孤将禀明今上，简在帝心。下官深知殿下为太子进学忧患，一心只求为殿下分忧解愁，绝无半点邀功请赏之意。太子学业之事，就有劳太傅您了。下官领旨。儿臣拜见母后。二儿手里拿的是什么书简？是承明殿太傅所授的德经。二儿正在温书吗？是。看到二儿如此用心读书，母后很宽心，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。儿臣谨遵母后教诲。陛下从先帝陵回来，直接来交房殿。圣驾已经到东门了，请殿下沐浴更衣准备。快！去依兰殿，改嫁依兰殿。我亲自为您做的。哦，爱妃，此帕绣的非常好啊。两只鸳鸯，一只是陛下，一只是臣妾。禀告陛下，飞翔殿来报，董美人她病了。哦，董美人病了，到依兰殿做什么？去请太医啊。爱妃，董美人病了，既然朕知道，就应该去看望一下。啊，陛下。董美人病了，自有太医为她诊治。陛下去了也无济于事，陛下无需担心的。爱妃，你病的时候，朕不是也来看你了吗？陛下，臣妾日盼夜盼，只希望可以和陛下一块看日出。陛下不会连臣妾这个愿望都达不成吧？陛下，爱妃，这样，朕去看看董美人，去就回，一定陪你看日出，好不好？啊，去就回。陛下，陛下，飞翔殿。殿下，陛下来了吗？陛下原本自东门进交房殿，可路经依兰殿时突然改变主意。掌灯时分，叶廷通报董美人病了，陛下又别了副药去了飞翔殿。殿下要保重身体啊。我知道，你先退下吧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姐姐可真是命好，我听说，皇帝陛下自踏入依兰殿到离开，前后不过5刻，姐姐就有了，真是让我好生的羡慕啊！现在啊，我听那些宫人们说，皇上最宠爱的那位，说的可难听了，说他什么呀？说他是只
不会下蛋的鸡。有些女人啊，只要男人一碰，即刻就有了；可有些女人啊，即便夜夜承欢，也依然膝下无子。要不怎么叫同人不同命呢？是，还是姐姐的命好。早就听闻兽院百兽凶猛，未闻其冠。陛下时常为之流连忘返，今日就请苑佑成带路，让本宫长些见识。夫人，请看，请看此书。夫人小心！陛下和董美人最为喜爱这些猛兽啊。这只熊哦，夫人，此熊乃为陛下和董美人最为喜爱。你只需将此蜡丸，在3日之后百兽演出前，给黑熊服下。其他一切，本宫自有安排。夫人，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，这又不是毒药，只不过是一剂迷药而已。阁下，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你就向圣上告密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；要么你就帮了本宫这个忙。本宫到时候自会为你着想，为你寻一条好的出路。母后，准备好了吗？傲儿今日兴致很高啊，平日去承明殿上学，也不见你这般高兴啊。母后取笑儿臣了，儿臣早就听闻兽院百兽凶猛，今日可以随母后、父皇一道去看百兽，当然是开心了。娘，听说兽院的猛兽十分凶猛，会不会吓着您腹中的胎儿啊？当然不会了。娘，那些猛兽会咬人吗？傻儿子，兽院里的猛兽都由苑佑成管着呢，不会咬人的。可苑佑成管得住那些猛兽吗？我的儿子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放心吧，有父皇和娘在啊，不会让那些猛兽吃了你的。走吧。
啊！好好好。皇上真好玩。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！陛下，真的是陛下吗？是真的，爱妃。我怎么躺在这儿？你忘了，那只熊扑过来的时候，你舍身挡熊啊！其他人都吓得落荒而逃了，只有你挡在了朕的前面。爱妃，你何来此勇气呀？陛下，臣妾儿时听娘说过，这熊啊，只取一人性命，不会再取第二人性命。千钧一发之时，臣妾也未曾多想，只希望能以身挡熊，替陛下免遭疑难。爱妃呀，时至今日，朕才明白。在这众多后宫嫔妃当中，只有爱妃你对朕情真意切呀。有陛下此言，臣妾死而无憾。陛下是臣妾的丈夫，更是万圣之尊。臣妾虽然深爱着陛下，可终究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平凡的嫔妃。后宫没了臣妾，还有其他姐妹可以伺候陛下。可陛下上有宗庙，下有苍生，天下万万不可没了陛下。爱妃对朕的这片深情厚谊，真是天地可见，日月可表啊！姐姐，妹妹，你要好生休养。阿瑶，多亏有妹妹在，陛下才免受惊扰。若非姐姐我有孕在身，行动不便，断然不会让妹妹一个人孤身犯险的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让冯爱妃好好休息。爱妃，想吃些什么呀？有陛下在，吃什么都好。母后，合欢殿的庶母为何为了父皇以身挡熊啊？大概是因为你的庶母爱极了父皇吧。那这么说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最想保护谁，心里就最爱谁吗？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儿知道母后是最爱儿的，太傅也是最爱儿的。保护殿下与太子乃下官官职本分所在，太子不必客气。殿下若无其他的事，下官就此告退了。今天有劳太傅了，才让我们母子得以脱身。殿下言重了，下官担当不起，请殿下与太子早些休息。谢太傅。
去给别人做了嫁衣。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夫人，怎么了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请去找陛下，我要生了！去找陛下，快去找陛下！是，夫人。回禀夫人，夫人阵痛乃胎阴不宁所致，并无大碍。待下官为夫人开几副安胎的汤药，夫人服用后便会无事了。有劳大人了。下官告辞。夫人，陛下怎么说？回夫人，陛下说夫人的胎痛乃是在寿院被熊惊吓所致，让夫人安心休养，改日再来探望。妹妹有一喜事相告。之前哥哥走得急，妹妹还没有来得及禀明。哥哥不是3番2次向妹妹提及想求个一官半职吗？有消息了。不多日，哥哥便可去淮南任郡守了。淮南？以哥哥的年龄，郡守之职已经不小了，足够哥哥娶门好亲事，生儿育女。待到日后，妹妹谋得正位之时，便会为哥哥加官进爵。哥哥以为如何呀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宫里不便留宿。哥哥回去，好生收拾一番后，不多日，即可离开长安去上任了。那哥哥，岂不是再也见不到妹妹了？妹妹贵为昭仪，岂容哥哥多操心？好男儿，志在四方。哥哥，还是多为自己着想吧。可是我对那些官职，他不感兴趣。什么话？你知道妹妹为你这件事费了多大的力气吗？为了傅家，不容你不愿意，更不容你不答应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就按妹妹说的做吧。琼儿，夫人，送她出去。是，请吧。琼儿，琼儿，琼儿，我快要生产了，快，琼儿，夫人，夫人。永光3年，傅昭仪诞下一女，平都公主。父皇，父皇，星儿呀，我父皇呢？父皇上早朝去了呀。呀，哪来的步摇啊？当然是你父皇送给娘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可父皇为何要送娘步摇？因为父皇宠爱娘啊。星儿啊，娘原来一直想啊，要是有一天能分得你父皇的一点宠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步摇呢。唉，现在娘也变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了。娘现在可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说起来呀，还真要谢谢那只熊呢。要是没它，娘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步摇。为何？娘不怕熊吗？傻孩子，哪有人不怕熊的？那娘为何可以替父皇以身挡熊呢？因为娘怕那熊伤了你父皇啊。星儿，
你和父皇都比娘的命要重要。这个世上啊，不论是你还是你父皇，谁出了危险，娘都会以身相救的。来，帮娘数数有多少步摇了。星儿啊，你知道吗？在永巷，拥有着步摇越多的人呢，就说明他越受你父皇的宠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在永巷的地位啊，也就越高。娘希望有一天呢，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步摇，那才叫幸福呢。娘，等星儿长大了，我每天送您1只步摇。我的好儿子，哎呀，真是娘的好儿子。冯婕妤听旨。皇帝诏曰：冯婕妤秉性贤淑，德冠后群，乃更号为昭仪，赐以印绶，在婕妤上，皇后下，位同丞相，爵同诸侯王，俸禄万担。昭其仪，尊之也。其父奉谥为右将军光禄勋，长兄长男野王为左冯翊，父子并居朝廷。四海皇天，唯德是一，无负朕命，钦此。姐姐，你我2人现在同为昭仪，本是件喜事的，可是反而让妹妹有些犯难了。妹妹指的难是什么呀？难在礼数啊。原本姐姐的身份在我之上，见了姐姐，应该我向你行礼才是啊。可现在你我2人地位相同，反而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嗨，妹妹都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既然本朝历代没有这个礼数，那以后就免了吧。我们本来就情同姐妹嘛。那么以后啊，我们私底下还一样以姐妹相称吧。外人面前，我们就点头示意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姐姐所言甚是，以后就照姐姐说的办了。妹妹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刚才还说巧呢。我刚听说姐姐诞下了小公主，特意做了些饼饵，前去看望你的。妹妹呀，真是让我感动，太难得了。现在宫里啊，谁不知道，陛下身边最信任的人就是妹妹你了。冯家父子同朝议政，富贵无边了。看姐姐说的。我呢，因为诞下的是公主，陛下就快把我给忘了。瞧瞧妹妹的肤色啊，越发的水嫩透白了。瞧姐姐说的，皇上不过是这几日才连连留宿合欢殿罢了，原来还不是姐姐最受宠。姐姐还不知道我吗？我自入宫诞下杏儿以来，一直独守空围好多年，连我都以为早被皇上遗忘或者厌弃了呢。真没想到，上次出了寿院一事以后，皇上竟然还会连连的召幸我。唉，想起来真难以让人相信，好似一场梦似的。皇上也真是的，原来那么宠爱姐姐，现在姐姐产后虚弱，怎么能不来看呢？陛下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在我身上呢？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妹妹你身上呢。要是陛下愿意的话，我倒真想分一些宠爱给姐姐。阿元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啊！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好，痛快！傲儿今日之吟唱，无愧于开国君主的气概啊！啊！太子学业精进，太傅功不可没呀！陛下所言极是，
奥尔语言辨析能力确实大有长进。下官只是尽了应尽之责。太子天性聪颖善悟，抢继明辨，乃有大为之人。奥尔自成明殿进学以来，为他受读过的太傅有很多人。爱卿是第一个夸奖他的，朕也是第一次亲耳听见。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朕还难以想象，奥儿的进步会有如此之大呀！哈哈，爱妃，我与太傅还有话讲，你先带太子到成明炉歇息片刻。是。爱卿不负重托，调教有方，太子学业大有长进，朕应该好好谢你。下官不敢。陛下留我，不会仅仅为此吧？朕没有看错人啊。爱卿此次从西域归来，身上又多了栋梁之气，日后必有重托。为大汉社稷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哎，对了，爱卿，择日回府上看望萧侯爷。他为人耿直，在朝廷为官鹤立鸡群，桀骜不驯，这样不宜与群臣相处啊。家父历来视我为逆子，未必会听我的劝解。当解则解，不当解，朕不会难为你的。启禀夫人，叶鼎给您派了位新的舍人，现在正在门外等候求见呢。放肆！没看我要出去吗？不见！奴婢该死。拜见夫人。你是谁呀？抬起头来！大胆！夫人叫你抬起头来，你没听见啊？你是哥哥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夫人，我还能叫你哥哥吗？妹妹，原谅我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你是我心中比生命更重要的人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要留在你身边呢。留在我身边？我已经越剧下诏，我说过，你随时都可以进宫来见我。你还想怎么样？这还不够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够，这远远不够。我要的是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，而不是每天焦虑不安的等着见你的日子。每次见了你之后，我又那么绝望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。这种日子，我心里不踏实，所以你就宁愿放弃你自己，放弃你的一切，甚至于放弃做一个男人。
是吗？是。看你自己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男不男女不女的丑样子，你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值吗？妹妹，值不值得对我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现在可以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，在你危险的时候，我可以冲到前面保护你；天冷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披上衣服；天热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扇凉。我又可以守着一个活生生的你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不，你是在害我。我知道，你在怪我是吗？你是在怪我不了解你的心意，不应该让你去淮南当郡守。你处心积虑的是在怪我，你让我难受。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你在恨我是吗？你是不是恨我？你让我痛彻心扉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你的目的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妹妹，不是的，妹妹，不是的。你为了自己，免受思念之苦。你不惜让我每天看到我的哥哥变成了宦官的样子，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为什么？妹妹，不是的。不要叫我妹妹，我没有你这个哥哥。我的哥哥，他叫傅子远，他从小陪着我玩，处处让着我。出门就领着我的小手的男子汉，他是一个小大人，他不是一个附舍人。你走，从你穿上这身衣服开始，我的哥哥就死了，你不再是我的哥哥，你走。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你走！阿瑶，我教你认字好吗？真的吗？你真的肯教我吗？我要成为最上面的人。天底下最上面的人只有皇帝。那我就要成为和皇帝并肩走的人。我只服从他一个，其他的人都要服从我。傅舍人，你就不必去了。夫人有旨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就可以退下了。哦，那有劳琼儿姑娘了。哎，还有傅舍人。夫人还吩咐了，往后1日3餐饮食起居就交由其他人，若无特别召唤，傅舍人可不必前来。夫人。琼儿已经照您的吩咐，将傅舍人支走了。明日再替我传旨，将傅舍人调往本宫的后花园，日后专司花草之职，不必再到前殿来了。是。可是夫人，你既然不愿意傅舍人留在宫中，
那为何不索性让叶婷把他调往别处呢？调往别处，那恐怕我连这么一个不健全的哥哥也没有了。知道吗？哥哥从前身在宫外，每逢雷雨交加，这心里总是忐忑难安。我总是在想，妹妹最怕打雷。现在她是不是又一个人躲在床上不敢睁眼？是不是有人陪着你？是不是有人给你关窗，给你捂耳朵呀？如今啊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哥哥。看这御花园，前几日来还是花叶寥寥的，今日再来，已是花团锦簇了，仿佛一夜而成，真是奇妙啊！怎么会是一夜而成，一蹴而就呢？只是因为你并非日日来观看罢了。眼前的这些花儿啊，都是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努力开放，才有了眼前的这般盛景。说得对，还是姐姐想得深啊！再多的花，也只不过是平分秋色，怎比牡丹，花中之王，一枝独秀，雍容华贵，只需要一枝，便足以艳压群芳，为人所仰慕了。一枝独秀固然难得，可是要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吗？至于花中之王，那完全是强加人意罢了。花儿本身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？拜见皇后、傅夫人、冯夫人。太傅请起。太傅这个时候怎么有空来上林苑呢？回禀殿下，方才圣上有急事召见，就留太子及各位殿下在承明殿背书。下官现在正要赶回去。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不如我们跟随太傅去上林苑看看这几位皇子，意下如何？好啊，好啊。那就有劳太傅带路吧。走吧。殿下请。妹妹，请看。哥哥觉得我老了吗？妹妹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儿子都那么大了，就快到色衰爱弛的时候了。妹妹，别这么说，你呀，不老，而且美艳尤胜从前。妹妹，女人在你这个年龄啊，那正是褪去稚气，显出风韵的时候。圣上呢，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新鲜劲儿一过，自然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圣上乃是集万千疾盼于一身，渴望得到他恩宠的女人，又何止千百？我怎么会为这事儿想不开呢？可
可曾经拜倒在我裙下的男人也离我而去了。我想不明白，想不通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这么认输，绝不可以输给他。哥哥，可否帮妹妹一个忙？啊，妹妹尽管说。你帮我去把萧玉找来。萧玉？就说是康皇子学业上有问题请教。哎呀，妹妹，此人孟浪，怕不会给你带来好处的。哥哥，好。烦请禀报大人，依兰殿公公求见。大人，依兰殿有位公公求见。依兰殿，请。叩见大人。免礼。大人，傅夫人有事劳烦，特命奴才前来相请。傅夫人身居永襄后宫，下官造访恐有不便。傅夫人只想问一下皇子的学业问题，不会有麻烦的。下官知道夫人要问什么，但下官要说的那日已经说明了，无需再问。公公请回吧。我看大人还是去一趟的好。你你是傅子元？大人记性很好。你怎么会？昨日的傅子元已死，如今站在大人面前的是傅舍人。就算再怎么深爱一个女子，你又何必被她做到如此地步呢？在下不配爱任何人，只要能和妹妹朝夕相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值得吗？在我心里，为她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。可她需要的却是你。萧大人，夫人这首曲子是专为大人所奏，向您倾诉衷肠啊。请。
这是我谱的新曲，特意把萧大人请来，向萧大人请教。多日不见，夫人的琴艺大有进步，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勇将配良弓，再好的琴艺，也要有好琴配才行啊。此琴，大人还记得吗？此琴乃皇上挚爱之物，是皇上亲手所赐，以示对夫人的隆宠。不错，我在永相的宠爱，是无人能及的。说起来，我这一身琴技，还多拜大人所赐呢。哪里？是夫人天资聪慧，感悟超凡罢了。萧大人，可否再帮我一个忙？夫人如今的地位尊贵显赫，又何必欲求太高呢？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大人的意思是不是说，不想再帮我了呢？夫人可曾听说过民间的一句话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夫人还是好自为之吧。萧玉，小玉，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内心吗？你不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吗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铁石心肠呢？谢夫人一番美意，萧玉恐怕承受不起。萧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王正军究竟给了你什么？富贵、权势，为什么他能让你这么对他死心塌地的啊？够了！夫人保重，下官告辞。萧玉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对你所做的一切后悔的，一定会。恭喜君后回朝，您别来无恙。吾王万岁万岁万岁！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君侯在家中静养了多日，精神可安好些啊。日后还要仰赖你为社稷效力呢。老臣闲职家居，一身轻松，倒是返回朝中，仍见佞臣当道，心情甚是沉重啊。各位爱卿，用膳吧。上使，舞刀柱如何取食？取出来！此君大肉，君倒不满了。逝者偶失刀柱嘛。君侯也不必如此意气用事嘛。啊，来啊，上柱。哼！看他这副样样伯乐的样子，哪像是能够臣服少主之人呢？
萧大人，请留步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呐！哼，适才的事情，无论是皇上有意为难也好，是侍者无意疏忽也罢，本来只需谈笑几句便可轻松化解，你偏要大声斥责，让圣上大失脸面。像你这副傲慢的性子，把所有人都逼到了对立面，只怕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就凭你这个不孝子，也配来教训我？滚开！不再是父子关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朝廷大臣身份尊贵，不可乱开玩笑。至于萧望之，今天他的所作所为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什么是使功不如使过。父皇，何为使功不如使过？功，就是指有功之臣。像萧望之，他是你爷爷孝宣皇帝临终前亲自任命的辅政大臣，为朕做过8年的太傅，所以做事居功自傲，不好驾驭。必要的时候，要给他些颜色看，让他好自为之。为君者，不可姑息呀！姑息足以养奸，这一点你要记住。是。过是指那些犯有过错的人吗？正是。有错之人、归降之人，他们心存戒慎，做起事情来会更加的卖力。主人不用挥鞭，他们也会自告奋勇，比那些有功之臣更好驾驭。像萧望之这样的人，自以为是，连朕的旨意也时常的不放在眼里。再这样姑息下去的话，恐怕会更加跋扈难治啊。那父皇打算拿萧望之怎么办呢？朕封他为关内侯，表面上看是抬高了他的地位，其实是剥夺了他的实权，让他以列侯的身份坐实俸禄而已。但愿他能够知慎，好自为之啊！若非朕念他立过大功的话，定会治他严罪。周礼中提到，驾驭群臣有8柄：绝禄废制、生杀予夺。这8个字归结起来，就是赏罚2道。赏，所以劝善；罚，所以惩恶。赏罚之道，乃是为君者手中的利剑，须臾不可放纵。这一点你要严记。萧望之不是萧太傅的父亲吗？父皇与萧太傅交情甚好，却准备暗中对付他父亲，这是不是违背朋友之意呀？敖儿，你要记住，在皇权面前，一切都可以抛开。萧望之私结朋党，伙同光禄大夫周刊、给事中刘向、侍中金常等人，诽谤大司马史高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，意图专擅权势。这等不忠之臣，不可再姑息呀！师父教导了我8年，用经书开导我，我已经无辜罢黜过他1次了，惹的是天怒人怨呢。那天，萧望之在殿上就为了分肉的小事斥闹，全然没把陛下放在眼里，陛下可要当心了。若任由他跋扈越礼，将来大臣们群起效仿，陛下该如何服众啊？不如就借这件事情，好好的挫一挫他的傲气。中书令所言有理，依你看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应由业者招致
廷尉。皇上传旨将关内侯萧望之下狱，中书令石显正带领大批人马去萧府拿人呢。素闻萧大人生性刚直，怎肯服罪入狱呢？此番受辱，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萧太傅呢？他知道消息吗？事关机密，厅中此刻尚无人得知。萧太傅今夜在承明殿当值，我现在就去通知他。我去劝解皇上吧。不可，殿下若贸然去劝说，皇上定会起疑。殿下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？到时候落得一个交通宫禁的罪名，殿下恐怕自身难保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总得有人劝告皇上啊。今夜是个坎儿，如果能够平安度过，明日可托朝中大臣做说客。如今最要紧的是劝萧君侯乖乖束手就擒，千万别中了石显的激将法，而做出不理智的事来。皇后何故深夜来此？萧太傅，你父亲出事了，你赶快回去劝萧君侯暂时委曲求全，顾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从牢狱中解救出来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能仔细点告诉我吗？石显奉命去捉拿你父亲，再拖延下去，萧君侯随时有生命之忧。